你是不是有遇过这种状况？兴高采烈地拍了很多照片、影片，也拍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画面。回家后，兴奋地将档案复制到电脑内，并且开始进行剪辑。剪辑的过程都很顺利，灵感也源源不绝，让你很快就完成了初剪。结果等到要进行调色的时候，对，就卡住了。一级还原色调都很简单，但要二级调色时就完全没有想法。想说要参考电影的画面来调色，但每次调出来的东西都像个一样。我的喝酒都好乱。压力，这什么声音啊？颜色的话，我靠，这什么鬼？我就要来帮你了。己が信じた正義のためにあまねく豪徳を顧みぬ者よ。その怒り我が名と共に解き放て。たとえ地獄につながれようと全てを己で見定める強き意志の力を。妈的！再给我更多素材，我都不怕了。本期感谢 Dehancer 邀请我使用他们的 Dehancer Pro 这个插件。那我自己呢是还蛮喜欢这个插件的，它可以让我快速的、轻松的模拟出胶片的质感。那看完影片后呢，如果对这个插件有兴趣的人呢，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你就可以享有9折优惠。但是这个折扣码呢，它是不适用在手机 App 的版本。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介绍这款 Dehancer 的插件。Go Go Dehancer Pro 这个插件呢，它可以在达芬奇、Final Cut 还有 Premiere 这3个剪辑软体中正常的使用。那我觉得这个插件呢，它最大优势就在于速度。它可以很快速的模拟出胶片的质感，就像我这支影片开头短片呈现的那样。那我自己呢，常用的调色方式呢，其实蛮简单的。我一开始会套用艾德老师 S-Log3 的还原 LUT， 那还原之后的长相就像这个样子。那再来我会做1级调色，那1级调色调完样子就长这样，然后再来会做2级调色，然后最后再套用一个 LUT。那我的调色步骤呢，其实就这样子就完成了，是不是也蛮简单的？其实我这样子调色呢，速度也是蛮快的，但是缺点呢，就是我这样调出来的风格都还蛮固定的。如果我今天想要尝试一个新的风格呢，那我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尝试，才有可能办得到。但是呢，通常都是办不到的。而这款 Dehancer Pro 的插件呢，它还提供了63种 Film Profile 可以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 LUT。那这种 LUT 呢，就是模拟胶片那种质感的 LUT。那你套上之后，你还可以选择要浓一点，或者是淡一点。都可以任你去做选择。对于像我这种不是很擅长调色的人来说，我就可以很快速而且容易的去找到我自己喜欢的风格色调。有了这插件呢，你就不用再去网络上找 LUT 了，更不用说其实有质感的 LUT 真的是蛮难找的。像免费和付费的 LUT 我基本上都有用过，但是要找到自己喜欢而且又有质感的 LUT 真的不容易啊！我相信有在网络上寻找过 LUT 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是的。Dehancer Pro 在使用上呢，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容易上手的。虽然一开始在使用的时候会觉得，哎呵，怎么都是英文的，也太复杂了吧？但其实呢，你只要记住几种参数，然后去调整，这样就好了。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调整出，去模拟出你要的胶片的质感，也会让你的影片画面呢更容易呈现出一种电影感的氛围。那说到电影感呢，这几年应该都很常听到这个词吧？那其实呢，构成电影感氛围的要件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边讨论的话会讨论不完。但因为早期电影呢都是用胶片去拍摄的嘛，所以最简单暴力的方法就是直接模拟胶片的质感。而这款 Dehancer Pro 呢，它就有很多模拟胶片质感的参数，除了像前面讲到的 Film Profile 之外呢，它有像是 Grain、Bloom、Dilation或是 Film Print 这几种参数可以做调整。这几个参数呢，都是能够让你的影片画面更有胶片质感的效果。那我这边就直接操作一次给大家看看，示范一下这个 Dehancer Pro 的插件要怎么使用。当我们之后效果一个一个叠加上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成品越来越有胶片的质感。那现在这边呢，我已经先设定好了还原 LUT 和1级调色，接下来还要套用 Dehancer 的效果。那我也会把我要添加的效果分成一个一个的节点，来方便大家观看。
那要注意的是啊，只有 Film Profile 和 Film Print 这2个效果一定要在同一个节点内使用才有效果，这点要稍微注意一下。应该说 Film Print 一定要搭配 Film Profile， 不然这2个效果如果分成2个节点去套用的话，那画面会变得有点奇怪。那这点就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那首先是 Film Profile 的部分，那我们这边就先挑一个你喜欢的 LUT 套用上去，这样就可以了。那再来我想要讲的就是 Film Print 的部分，这个你可以想成是底片拍好之后，然后要选择用什么相纸来打印。那这个选单呢下拉你就可以看到有5种，这5种选项呢你都可以直接套用看套用的效果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那这里我就是直接选择这个 Kodak L383，听说这个是好莱坞最常使用的一种 Film Print。当然其他几种其实也都可以试试看啦，就选出你看了会比较喜欢的选项，那就可以了。然后再来下面还有一些参数，你也都可以自行微调看看。再来我要讲的是 Grain 的部分，那 Grain 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噪点。那你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网络上的影片啊、相片，也都会刻意多加一点点的噪点，让画面增加一些颗粒感，会有一种朦胧美的感觉。那噪点呢，其实在大部分剪辑软体内也都可以模拟出来啦。只是 Dehancer 它的算法又比较不一样，我自己看起来是觉得比较不像单纯一层颗粒浮在表面上的那种感觉。但这个效果如果你没有很仔细看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比较出来的啦。那 Dehancer 添加 Grain 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直接打勾，然后在下拉选单选择你要的 Grain 的选项，这样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些强度可以自行去调整，那套用起来感觉就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勾选这个 Halation 的选项。那 Halation 它是什么呢？ Halation 它就是光映照在底片上的时候，它高光的部分会有2次反射。那反射遇到的第一个图层它就是红色的，那通常都是高光的部分才会有2次反射，所以你就会看到在高光的周围有一些红色的光晕。那这个效果呢，算是在底片胶片上才会看得到的独特效果。虽然说在达芬奇里面呢，也有一个胶片光晕的特效，它也可以做出类似的效果。但我觉得 Dehancer 在使用上会比较简单，你只要下拉选单，选择这些预设的几个选项，再拉一拉横杆调整它的强度就搞定了。而且如果你想要调整比较细的参数，它也有 Custom 的选项可以自行调整。那我觉得 Dehancer 在这个效果上，它的使用方式是比较简单的，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无痛上手。那再来呢，现在相机啊，它其实都很强，拍出来的画质都很锐利又清晰。所以其实现在很多都会流行在镜头的前面加装一片黑柔啊，或是白柔。这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降低画面的锐利度，也降低画面的对比反差，让高光的过渡会多了一点朦胧的感觉。而这边的 Bloom 效果呢，就有点类似白柔、黑柔的风格，一样也是选好预设的选项，然后调整强度，这样就搞定了。那你也可以选择遮罩模式去看影响的范围，也可以选择 Custom 选项，自己去细调参数。套完后呢，你就会看到这种朦胧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就是也会营造出一种胶片质感的氛围。而这个效果呢，它在达芬奇中呢，其实也有一个效果叫做发光，它也可以做出类似的样子。但是我觉得 Dehancer 它这个 Bloom 的效果呢，它做出来的质感是比较细致的哦。好啦，那我们现在差不多都完成了。那我现在一个一个效果打开给大家看差别，是不是跟一开始的画面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呢？那这个画面是不是也变得更有氛围了呢？那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再给画面加个黑边效果，你看是不是开始有那个电影感的味了呢？那以上讲到的这些效果啊，它都是比较偏向静态的效果。Dehancer 呢，它有一些效果是比较偏向动态的，像是 Film Damage， 它就是模拟胶片上常会出现一些毛发啊、刮痕等等。那 Film Breeze 呢，就是模拟胶片在每一帧的曝光啊，或是颜色，它都会有一些些许的不同。那最后呢 ，Get Wave 它就是模拟胶片在器材中播放时，它会有一些些许震动的效果。那以上这些效果呢，它就是比较偏向动态的模拟胶片质感效果。那只要好好善用这些效果呢，相信就能让你的影片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哦。那以上这些效果啊，如果你每次要使用的时候都要重新套用，那会很麻烦吧？还好 Dehancer 它的插件呢，它有提供一个 LUT 汇出的功能。你只要把我们刚刚这些效果呢都调整好之后，那按下这个汇出 LUT 选项，你就可以打包成一个 LUT。那之后你每次在使用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个 LUT 套用到你的影片素材上面，那你的影片就调色完成，可以加快你的影片调色速度。但是用这种方式呢，它有个缺点，就是你套用它这个汇出的 LUT 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去调整它细部的参数。
像我们套用 Dehancer 的插件呢，我们可以针对每个参数去调整嘛。但是你绘出这个 LUT 之后，你再套用进去你的影片片段，那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效果，它没有办法再去做细部的参数调整。那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啊，当我调整好 Dehancer 它这些效果的时候呢，那我就会利用达芬奇这剪辑软体的功能，就是把这个画面截取一张竞争，然后放到 PowerGrid 这个资料夹里面。那这 PowerGrid 资料夹呢，它是一个共用的资料夹，可以让你在各个专案之间都可以看到这张截取的照片。那这张照片它其实是包含了你调整的所有节点和参数，它就保存在这张照片里面。那当你以后有些影片片段呢，想要调整这样的色调，那你就直接对这张照片按右键，然后按应用调色，砰，你就可以把你的影片片段直接套用上这个效果。然后更厉害的是，它这些节点呢，都会跟你原本这张照片调的节点是完全一模一样，参数也一模一样。然后你还可以针对这些参数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调整。达芬奇的软体是不是很厉害呢？那当然啦，Dehancer Pro 这个插件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像它的还原 LUT 呢，我选择 A74之后，我只看到了 S-Log3 的这个选项。那像是 HLG， 我在这个插件里面就没有看到。虽然说如果你选择 ZV-1 相机的话呢，它里面会有 HLG 的选项，但是我套用到 A74拍出来的 HLG 的素材呢，它那颜色还原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不太正确的感觉。但这部分呢，我自己是觉得也还好啦，还算好解决。因为在达芬奇里面，它有一个色彩转换的功能，我只要套用那个功能呢，然后它就去做调整，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将 HLG 的素材还原成 Rec 709的画面。然后再来是 Field Profile 这个功能，它提供了63种 LUT 的选择，但是在选择 LUT 上面呢，它没有一个预览的功能，所以这就导致我每次在套用 LUT 的时候呢，我都要一个一个去选择一个套用，选这个套用，我才有办法一个一个去看到它套用后的效果。如果在套用 LUT 上呢，它能够让我先预览一下套用后会呈现什么样子，那我觉得我在选择 LUT 上面呢，会更容易也更快速一点。但因为目前它现在没有预览的功能嘛，你很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然后去找出哪几种 LUT 是你比较会喜欢的。那你之后在使用的时候才能够比较快速的去套用这些 LUT。那因为呢 Dehancer Pro 这插件它非常强大，毕竟它是把很多功能都整合在一个插件里面，让你直接去做套用的嘛。所以这个插件呢，它其实是非常吃效能的。像我用的电脑是 M1 的 MacBook Air 16G 的记忆体，然后我拍摄的是 1080p 的素材。当我在套用 Dehancer Pro 这插件之后呢，我的影片播放会变得有点卡卡的。然后这部分呢，我就需要等到达芬奇先预渲染完成后，那我在播放上面才会变得比较顺一点。不过这部分呢，我自己是觉得也还好啦，因为像调色这步骤呢，我都是放到剪片的最后的阶段才会去做的，所以在播放上面稍微卡一点呢，我自己是还可以接受的。然后最后呢，就是我最近看到了达芬奇更新的第19的版本，那这个版本中呢有一个功能叫做 Film Look， 而这个功能呢，它跟 Dehancer Pro 的插件几乎有80%是很相似的。像是那些 Bloom、Palette、Grain 的功能啊，在这个 Film Look 功能里面它都有，只是达芬奇19这个版本还只是一个 Beta 版本，它本身还没有很稳定，所以我目前是还没有更新达芬奇，没办法去测试这个功能使用起来跟 Dehancer Pro 的插件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那目前我看到其他 YouTuber 在介绍达芬奇19这个新功能呢，它里面看起来是没有像 Dehancer Pro 那样有63种 LUT 可以做选择，所以我觉得 Dehancer Pro 呢，它在 LUT 选择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存在的。而如果你们使用的剪辑软体是 Premiere 或是 Final Cut Pro， 那就我的印象中呢，这两个剪辑软体它内建的功能是没有类似 Dehancer Pro 这个插件的，所以 Dehancer Pro 呢，可能就是你们的唯一选择。会不会我介绍完这个插件，就大家都跑去买达芬奇，而不是去买这个 Dehancer Pro 呢？好，最后呢，这款 Dehancer Pro 的插件呢，到底适合哪些人使用？我自己是觉得，不管你是新手或是老手，都还蛮适合使用这个 Dehancer Pro 的插件。因为像对新手来说啊，你对调色肯定是还没有太多的想法。那套用这款 Dehancer Pro 的插件呢，不仅可以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因为你调出来的色调都是很美的嘛，它还能够帮助你去建立你的美感。毕竟美的东西看久了，你就会有那个 sense 在了。像里面的 Kodak V-3系列，还有 CineStill 50D 及 800T。还有像是 Fuji 业务用100，这些都是蛮经典、蛮受大家喜欢的色调。那你用久呢，你就会知道什么样的色调才是好看的。另外，对老手来说啊，使用 Dehancer Pro 这插件呢，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调出你喜欢的色调，
去模拟出胶片的质感。那这部分呢，我觉得在需要快速出片的时候，或是你只是想要简单做个影片、简单调色的时候，那这个DNS Pro 插件呢就很适合你。简单来说啊，如果你是喜欢那种胶片氛围的人呢，那我觉得DNS Pro 应该是不会让你失望的，除了价钱可能会让你失望啊。不过没关系，使用我的折扣码呢，你还可以再获得9折的优惠，算是不无小补啦。好啦，那这款DNS Pro 插件呢，我们就介绍到这边，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对啦，影片还没有结束，先不要离开，因为这款插件呢，它还可以用在 Lightroom、还有 Photoshop、还有手机的 App 上面，那就让我再稍微介绍一下吧。那 Dehancer 的插件呢，除了有刚刚我们介绍的 Dehancer Pro， 它是支援剪辑软体的版本，它另外也有支援 Lightroom 还有 Photoshop 的版本。那它调整的东西呢，跟剪辑的插件其实也差不多啦。不过它在 Lightroom 和 Photoshop 的版本呢，它的 LUT 就有预览图可以观看，这样会比较方便。然后像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我先用 Lightroom 去做一个简单的调光处理，然后最后再进入到这个 Dehancer 的插件里面，然后套用一个我自己喜欢的 LUT， 然后最后再加个 Bloom、Highlightation 还有 Grain， 那我的照片调色基本上就完成了。那我觉得插件比较可惜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做批量处理，就是你需要一张一张照片点开来，然后再去套用那些效果，我觉得这点是比较麻烦的。那另外啊，因为像现在大家都是使用手机居多，所以 Dehancer 呢，它有针对手机去做一个 App， 但是这 App 呢，它是只有 iOS 的版本，如果你是 Android 的版本，那可能就要再等等。那它这 App 呢，它是订阅制的，然后价格也不太便宜，它一年的收费是2990元新台币。我自己是觉得稍微有点贵啦。那这 App 呢，在使用上跟 Lightroom 的版本，其实我觉得感觉蛮像的，就是它一样有 LUT 可以做预览，然后一样也有 Bloom、Highlightation、Grain 那些功能可以去做添加。这些效果套用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一样的胶片质感的照片。然后它的缺点也跟 Lightroom 的版本一样，就是它一样只能一次读入一张照片，然后一样没有办法做批量的照片处理。但这边值得一提的是，它这 App 呢，它居然可以读取 RAW 档。像我 iPhone 13 Pro 拍的 RAW 档，还有 A74 拍摄的 RAW 档，它在这 App 里面都是可以读取的哦。只是像 A74 拍摄的 RAW 档，它读取速度上可能就会稍微慢一点，毕竟 A74 的档案也比较大嘛。那最后还有一个要介绍，就是在 Dehancer 的网页上还有一个 Dehancer Online 的版本。那这个页面的功能就比较简单一些，它也是有参数可以去做调整，然后也有 LUT 那些可以去做套用，也有 Bloom、Highlightation、Grain 那些功能可以去做套用。但我觉得它在参数的调整上面呢，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它没有办法到调整到很细的。而且它这个网页呢，它也是不支援RAW档的，你丢RAW档进去，它就直接就跳一个哭脸给你看，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去读取RAW档的。那我觉得这个 Online 的版本呢，它感觉就是比较适合拿来快速修图的时候使用的。好啦，介绍到这边，这一次真的要结束了。希望这样的介绍呢，能够帮助你们更了解 Dehancer 这公司提供的这些插件。那有需要的人就在自行斟酌购买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